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想来跟你分享一个我们家里我跟孩子最常用的一套笔记方法哦。那这个方法的灵感其实是来自吕嘉文老师那本有名的书，叫做《小学生的笔记活用术》。那我今天呢，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很简单、很适合所有家庭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用的版本，来跟你分享一下我们家实际操作起来的心得。我想问问看哦，你是不是也常常有这种困扰？就是孩子明明就读完一本书了，或是看完一部影片，结果你问他，里面在讲什么啊？他常常就是回答你不知道，要不就是讲的零零落落的。如果你家的孩子也有这种好像读完就忘记，看完也不太会讲的状况，那我跟你说，今天的分享你一定要听下去，会非常实用哦。那我们今天会聊些什么呢？首先，我们会先来看看为什么孩子会读了却说不出来。接着，我会分享2个超级简单的步骤哦。这是先找一个重点，然后把想法画出来。再来呢，我们会看看这个方法怎么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又带来了哪些很棒的改变。最后，我会给你一个这个礼拜就可以马上开始的练习哦。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一个部分咯。到底为什么孩子会读了就忘记呢？其实很多时候问题不是出在孩子的阅读能力不好，真的不是。比较大的可能是他们手上少了一个好用的工具，一个可以帮助他们整理还有表达脑袋里想法的工具。你知道吗？孩子们的心里其实常常有很多小剧场在上演。他们可能会想，万一我写错了怎么办？或是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才叫重点甚至会觉得做笔记不就是为了应付老师交作业而已吗？就是这些担心让他们变得不太敢，也不太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你看，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孩子调整一下目标。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这套方法真正要练习的重点不是在写，而是在思考。你想想看，当孩子能够把笔记当成一个整理想法的好帮手，而不是一种作业负担的时候，那知识才能真正内化，变成他自己的东西，对吧？好，既然我们了解了孩子心里的那些小担忧，那解决方法是什么呢？我跟你说，其实出乎意料的简单哦。我们现在就马上来看第一步，这一步可以说是最关键的一步咯。在我们家，规则就这么简单，读完一个章节或是一页书之后，我就会跟孩子说，你帮我找一件你觉得最重要，或是你最想讲的事情，一件就好。我跟你说，这句话真的有神奇的魔力，因为对孩子来说，只要找一个，这听起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那个压力真的是瞬间就消失了。对，你没看错，就是这个从一个开始。从这里开始之后呢，孩子就会试着用自己的话说说看。他可能会说，我觉得这一段好像想说的是，或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只要他能讲出这么一点点，我跟你说，这就是最棒的开始了。然后最让我开心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练习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孩子会自己跑来问我，妈妈，我可不可以再多写一个哇！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已经真正把这个工具变成他自己的东西了。你看，这个成长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们完全不用去催促他。好，那当孩子找到那个重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入第2个步骤啦。而且我跟你说，这一步通常是孩子们最喜欢的环节哦，那就是把想法画出来。这一步很简单，就是把刚刚用讲的或是用写的那个重点，把它变成一张简单的小图。这里的关键字是简单哦，完全不需要画得很漂亮、很完美，只要能够表达出那个重点，那就100分了。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文转图。我们直接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这就是我孩子的笔记。你看哦，他在读完一篇关于企鹅的科普文章之后，他就把里面的文字资讯画成了一条很简单的时间轴。你看，他用小小的图案标示出来，
1到3月企鹅在觅食，然后9到12月在求偶，整个过程是不是一看就懂？这就是把抽象的文字变成具体图像的力量，真的很厉害。那为什么画图会这么有效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在画图的过程中啊，孩子的大脑会比只是写字的时候更投入，他必须要自己去整理思绪，然后把那些抽象的概念变成具体的画面。就是这个资讯转换的过程，会让他的记忆变得特别深刻，也特别牢固。我们再来看一个科学概念的例子哦，像这个，为了要理解什么是耳石，你看他直接就在耳朵里面画了很多小石头在晃来晃去的样子。那为了理解重心呢，他就画了一个跷跷板，是不是很可爱？他就是用这种非常简单的图，就把很抽象的概念画成他自己的理解了。我常常说，这就是看得见的思考。而且啊，这套方法真正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它不只可以用在读书哦，它还可以延伸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像我们家可能是在一次家庭旅游之后啦，或是看完一部电影，甚至就是每天放学回家后，我都会问孩子：今天你最想记下哪一件事啊？然后就让他画下来。这样一来，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就都变成了孩子练习思考的好机会了。而且这个方法也改变了我跟孩子的沟通方式哦。我常常听到很多爸爸妈妈抱怨说，孩子都不分享学校的事情。你可以试试看，把平常问的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换成问他今天有哪一件事情是你最想要记下来的。你试试看，你会发现孩子会变得更愿意分享，而且他也更知道要怎么分享。就这样练习了一段时间之后，说真的，我真的在孩子身上看到了3个我觉得非常棒的转变。第一个就是孩子的语言表达变得更清楚了，他从以前常常说我不知道，变成现在可以很有条理的说我觉得，我认为。第二个呢，他开始有整理资料的能力了，可以自己从一大堆资讯里面抓出重点，这就是阅读理解最核心的能力啊。最后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变得更有成就感，因为这些笔记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成果，他会很骄傲地跑来跟我说，妈妈你看我画得好好哦。你知道吗？那种声音就是自信正在一点一滴累积的声音。好，说了这么多，现在就轮到你跟你家的孩子一起来试试看了。这个礼拜的练习呢，非常非常简单，就只有2件事。第一，在读完东西之后，请孩子找出一个重点。我再强调一次哦，真的只要一个就好。第二，用很简单的小图或符号把那个重点画出来。画火柴人也完全没关系哦。记得，重点从来都不是画得漂不漂亮，而是孩子有没有理解。最后，想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每一个孩子他都有自己很独特的思考方式。我们大人的角色不是去评判他，也不是去修正他，而是温柔地陪在旁边，帮助他们把脑袋里那些很棒的想法变得清晰，变得可以被看见。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如果你也喜欢这种陪孩子一起练习，一起慢慢成长的方式，那非常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Ann 亲子书房练习曲，让我们一起陪孩子累积那些最美的能力。我们下次见。